好，叶伦终于是出发了，准备要前往中国大陆，预计在下午的4点半会抵达北京哦。那他也在稍早之前有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出来，已经上飞机啦。这一回启程访华，也说要持续来加深中美之间的沟通。但是呢，这个美国的媒体也预料说，可能他这一回是见不到习近平了，所以很多的媒体也不寄予这一回有什么样的厚望，就说，可能顶多啦，就是建立一个新常态，沟通的新常态哦。那人家讲说，因为他看起来也没有要结束前任政府所制定的一些关税哦，那以及现任政府加强出口的一些管制政策，你也没有释出相对应的善意，那你怎么去跟中国大陆谈呢？那我们看看美国的高官讲说，这个面对面的外交还是无可取代的啊，这个亲自来一趟跟打电话还是不一样的啊，希望还是能够来沟通哦。美国的商务部也讲说，尽管关系降温，但是现在中美的贸易啊，在去年也是连续第3年的成长啊。那其实你美国更应该要自己跟自己国内讲这一番话嘛。你既然对于这个中国大陆人彼此的这样的依存度这么高，那你还一直在搞这些制裁，搞这些科技战哦。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商务部长雷蒙多还有贸易代表戴奇啊，也终于在5月的时候啊，就是会见了这个王文涛。但是呢，他们希望能够扩大内阁级别以下的一些经济沟通的渠道。可是我们看这个美国的媒体彭博社提到了，这次的叶伦访华不是乞讨，而是来拯救中国的，这很阿 Q 的讲法哦，就是说，我们是看到中国不好，我们是为着中国好才来的，我们是来拯救中国的，这是不是英雄片哦？这个好莱坞电影看太多了，你到底是来求中国，还是在自欺欺人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访华之前，其实看到中美在半导体上面的交锋哦。6月30号，荷兰当然是配合美国也来开始扩大半导体设备的出口。那7月1号的时候，中方也不忍啦，中方就直接这个制定了这个对外关系法。换句话说，就是对应你所有的制裁，以后通通都是有来有往的。那7月2号的时候，叶伦宣布访华，那可是呢，中国大陆也祭出了管制这个加工者的出口。那中国大陆也是在这一天才这个证实了这项消息，说对，没错，叶伦的确要来了。但是呢，你看哦，这个中方限制这个半导体出口哦，荷兰也觉得痛啊，讲说这个欧盟必须要有所回应。那外交部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也回应啊，这个加工者军民两用啊，管制可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不会因为你们的一些声音抗议哦，我就停止这样子的一个制裁、管制、反制哦。那再来美国的话，也对于这样的一个出口管制哦，觉得这个坚决反对。可是中方看起来没有要踩刹车，还有大招要等着出哦。中国大陆讲，现在这个加工者的限制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根据这个中国大陆的商务部这个原副部长魏建国他讲的说法，中国出口管制芯片重要的原材料哦，只是开始，而且制裁的工具还有非常的多。环球时报则是说呢，现在不会被挤这个芯片供应链出口管制，只是发出一个警告而已啊。再来，现在看看中美怎么相处哦。崔天凯这个中国前驻美大使提到了，现在长期的博弈该怎么样平稳度过呢？他说，应该是中美展开高层的交流，坐下来谈比不见面是来得好一些啊。那还有一些海外的一些评论哦，提到像中美的经济重建联系，美方应该拿出诚意哦，包含了纽时、美联社、卫报，还有路透也跟进了这个叶伦访华的报道，来表明说，现在世界上这最大的2个经济体之间必须要赶紧改善关系哦。美方也应该要以诚意加强对话，然后推动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止跌回稳，重回正轨哦。但是问题就是修习底德陷阱嘛，美方就是觉得说，所有的老二追在我后头，我就是不开心，我就是要一个一个老二，我通通要打垮。那中国大陆等于已经是他瞄准了第5个，但是发现这一次怎么打都打不赢啊，就感觉好像中国大陆没有像以前那些国家那么好对付哦。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哥大的教授萨克斯就想说，其实你美国最应该要讲的不是继续要去打老二，或者是说不开心人家怎么来威胁到你，而是你应该要放弃这个领导世界的念头啊，这才是这个最重要的，需要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而不是任何的一个霸权来统治世界这样的一个可笑的念头。因为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真正的领导世界。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其实就是说叶伦为什么急着去中国大陆？其实
道理非常非常清楚啊。第一个，你知道财政部长干嘛的？叶伦是财政部长嘛，他比谁都想去，叫了半年了吧，对不对？一直想去，狠话也讲了，好话也开始都讲。他6月开始讲的都是中国大陆好话，讲说，哎呀，我们不能跟这个中国大陆经济脱钩啊，脱钩的我们对美国自己也是自杀啊，讲一大堆啊。之前他还威胁说啊，我们这个经济跟安全是不能脱钩的哈，这个国家安全重于经济。4月时候讲的，6月就完全改口，显示什么呢？显示美国经济财务状况没好转嘛。是，如果今天美国没有财务问题的话，他可硬的呢，不会讲的这么软。那就是说，今天你财政部长搞成这样子，还没去就喊话喊了这么多，最后你知道他跟这个大陆的这个新任的驻美大使啊，这个在哪里见面？你知道？他跑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去跟这个谢峰见面啊，移尊就教，对不对？在美国他堂堂财政部长，对，大家可以说，哎，谢大使，你到我办公室来谈谈。谢峰也会去啊，或者说，那我们去某某饭店的贵宾室哈，我们来谈一谈。他直接跑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去谈，可见他去中国大陆是，我们看起来就是他有求于中国大陆嘛，对不对？那么他做财政部长有2个是他的致命伤，第一个是没钱，入不敷出。财政部一方面啊收钱，对不对？一方面他要付支票出去啊。这个也跟他要钱，那个也跟他要钱，哎，这个福利金出了没有啊？那个怎么样？军队的饷发了没有？这个联邦政府饷发了没有啊？教育补助金给了没有？他天天要发，他最怕什么？入不敷出。那美国现在就是入不敷出啊，这个财长不好当啊。第二个就是说，他负责美国金融界的健康。美国这个金融界跟他的财政部哈，美容的金融体系跟他财政部息息相关。虽然不是他直接管辖，息息相关。可是美国的前1个多月前，美国倒了几家银行，对不对？现在美国的金融体系的整个警报还没有什么，还没结束嘞。对不对？你想，如果美国的金融体系垮掉的话，他这个财政部长怎么干呢？很难干下去啊，所以呢，基本上他要找对他哈，现在他这2点对他关键最大的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因为第一个要借钱的话，口袋最深的是中国，入不敷出我就要借款啊，对，要借钱的啊。另外一个呢，你在财务有危机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债主不要来跟你讨债，你或者把你的债卖给一个黑道讨债公司，那你就惨了。所以呢，中国大陆既可以借钱给他，又可以跟他讨债。讨债就是中国大陆，美国现在直接欠中国大陆8600亿美金，中国大陆卖掉1000亿，叶伦日子就很难过了。所以我觉得外面放的风声啊，叶伦要谈这个谈那，其实都是一些什么？都是一些烟幕弹，真正他去大陆就是谈2个问题，一个借钱，一个你不要来挑战，保证你不会来讨债，就这2点。好，来问郑源哥。哥大学者萨克斯 Jeffrey Sachs 啊，应该隔2天会到台湾来领取一个荣誉学位。他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他提到说，美国人口只有4.1%，不应该扮演领导世界的角色，负担太沉重。他的话在美国是少数，因为美国觉得第1次世界大战我是英雄，第2次世界大战我是英雄，韩战我是狗熊，越战我是狗熊，阿富汗我是狗熊，但是我仍然是英雄。看到谁跟上来的，怎么可以呢？解放军的军力怎么可以比我美军强呢？现在麻烦在这里啊，美国不可能容许有任何一个他指挥不动的，不容许有任何一个他不可以管控的，表面上叫去风险化，叫做管控风险，就是你要乖乖听我话，就是美国的文化很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就是美国的政治文化，短期内根本不可能改变。所以 Jeff Sachs 想太多了。至于崔天凯说中美坐下来交流总是比较好，我当然同意啊，坐下来多沟通。但是美国人跟你多沟通的用意是要争取时间，争取空间，争取资源，不是真的要跟你沟通。所以中国不要太乐观。
长期的博弈会不会平稳过渡呢？我看法是悲观的。中美的博弈免不了一场战争，美军都这么想的，解放军怎么可能不做准备呢？那至于打在哪里啊？战场就在台湾岛啊，所以大家心里要有准备哈。这个是无可奈何命运的安排啊。美国要护航这个A轮到中国去借钱，是带着枪去借钱的，包括说我各种科技管制、投资管制。那你中国如果钱借多一点的话，管制就会稍微放松一点。这个就是美国人借钱的习惯，他不是去跟你客客气气借钱，他真的是带枪去借钱。跟2008年不一样，2008年美国陷入危机，全世界的金融海啸、金融风暴非常严重。但是当时的中美关系非常好，中国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多钱，很慷慨的拿了4000亿美金来帮美国渡过难关，买了4000亿的政府公债，补贴美国的财政赤字。但今天呢，中国资金更庞大了，耶伦要来借钱，我想胃口应该不会少。问题是说，是彭博社怎么好意思？我觉得彭博社怎么好意思讲说不是来乞讨，不是乞讨，当然不是来借钱，拿枪来借钱哈，而是来拯救中国。哦，原来是说中国只要借他钱，他枪就不拿出来，所以就救了中国。这个逻辑也是很特殊啊。可是中国的格言是说，朋友来了有老酒啊。敌人来了有内枪，豺狼来了有内枪。如果你耶伦本身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一个老奶奶啊，她呢是带枪来借钱，她跟黑道是没有两样的。然后如果说这样子要叫做拯救中国，那我想拯救2个字可以重新定义啊。中美的这种科技战、军事对抗、对峙不会停止的，会一直延续下去。中国不要太乐观。中国很多人的学者也好，很多公知也好，大概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他认为哎呀，美国人是善良的，跟好莱坞演的那样子的。可是你知道翻在美国，从独立宣言开始，独立宣言就明白写了，说要屠杀野蛮的印第安人。现在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也是野蛮人，所以中国人要做好准备。好，汤老师。这位这个 Jeffrey Sachs 啊，这位教授啊，我在网络上就老早就注意到这位先生啊，那他的这个想法以及他的这个理论啊，确实对于全球性的这个发展呢，都有非常重大的贡献。比如说，他强调的是集合同整领域的开发，意思就是说，不只说单方面，因为他是搞经济的啊，并不是只有单方面，还要配合很多其他的，包括环保、包括科技等等等等啊，用一种全方位的这种方式呢，来领导这个全球的发展。而他对于美国的批评啊，我觉得他这个力道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啊。可是呢，在美国呢，他是凤毛麟角。尤其呢，我还看到呢，他在上节目的时候啊，就像譬如说我们这种节目这个主持人还立刻打断他的话，他说：“你够了，不必再讲了。”对他凶得不得了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在美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可是呢，我觉得他的这个讲法跟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的这些讲法呢，当然跟这个官方是不一样的，跟我们这些在野的这些讲法呢，是非常非常接近，而且是非常非常契合的。对于美国的这些所作所为啊，他批评的比我们这些都还厉害。包括你在伊拉克的这些作为了，包括你在这个阿富汗的作为了，什么等等等等，哇，他批美国批的这个淋漓尽致啊！我觉得这位先生非常非常可爱。所以说呢，他是2022年啊，他获得我们这边台湾的一个叫做唐奖，对的这个奖励啊，这个唐奖呢，其实他的这个金额啊，比这个诺贝尔奖还要更高。那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一位先生啊，我们是要全力的来支持他，让他真的让美国的大多数的，不管是产官学等等的这些人物呢，都能够了解今天美国的处境到底是如何。我倒觉得说，他是有点像那个大英帝国即将要陨落的那种情况，意思就是现在他虽然还是很大，可是呢，现在他很多地方呢，他已经是照顾不到了，而这一位这个 Sachs 先生呢，他确实把美国的这些种种的弊病啊，他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希望美国的大多数的这些产官学的人物呢，能够听进去。这样子的话，对美国来讲，确实是一个救赎。好。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一下上合会哦，也让这个全球聚焦到一件事情，就是呢，这个中俄伊站在一块儿了。这个上合峰会啊，看到了习近平这一次的出席哦，也说上合大家庭哦，再次强调这个北京反对脱钩断链啊，而且要警惕这个新冷战，更反对颜色革命哦。那当然，大家也看到了这个俄乌之后的这个兵变后啊，算是最近这个瓦格纳兵变之后，习近平的第一场这个国际上面的一个活动。那习近平也应该是说普京的第一场这个国际上活动啊，那跟习近平一起视讯同框。那习近平上面呢，也在这个会议上说，点名批评美方的霸权、霸道、霸凌的行径哦，也建议说要扩大上合组织国家的本币结算的份额，来扩大这个主权数位货币的合作，并且推动去美元化的进程。所以呢，普京他其实是在这个瓦格纳叛变之后首次现身国际场子，也强调说这个俄国现在的团结啊，消除兵变的一些负面印象，同时还要借着这个上合峰会来塑造自己啊，仍然是在国际当中哦，也是有他原本的这个发话权跟地位。那另外一个大家最聚焦的就是伊朗的加入哦，伊朗成为了第9个加入上合峰会的国家。那人家讲说哦，这个有一些国内媒体哦，就是引述西方媒体的讲法是说，这中西对抗的局势恐怕会再恶化哦。他说哦，中国你怎么可以拉帮结派呢？你怎么可以把伊朗也拉进来了哦？就说这个上合组织哦，因为是原本是以中俄为首嘛，他说这个反美的理念也吸引了这个伊朗的加入。他说，尽管中国宣称不对抗、不结盟哦，还要推动扩建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但是呢，西方就认为说，没有，你骨子里不是这么想的，你骨子里哦就是想要来对抗我们，然后恐怕也要激化这个跟西方的对立哦，变成一个新冷战的这个格局。可是上合峰会本来就是一个以这个经济方面为主轴的一个峰会哦，可是被西方已经这样子在解读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西方过去形容中俄伊三方哦，给他冠上了一个名号，叫做邪恶轴心啊。那在这个布热津斯基哦，他以前写了一本书，1997年有一本叫《大棋局》，台湾翻译大棋盘的这一个书哦，它其实里面有讲说，这个美国哦十分短视，才会把这个中国跟这个伊朗还有俄罗斯这3个这个反霸权哦联盟起来啊，这对于美国来说恐怕是这个全球霸权崩溃的3种情况之一，就是当中俄伊站在一起，绝对不要让中俄伊站在一起啊！结果现在他最害怕的框架已经成为了事实，就在上合组织里面出现了。那这个布热津斯基哦，他也被称为是美国的3大国师之一，跟季辛吉啊、亨廷顿都是齐名的。可是现在他已经离开了，然后但是呢，这个他最担心的状况已经是在上合组织真实的上演，而且呢，这个伊朗加入这个上合组织的日子就是选在美国国庆哦，就是7月4号这一天加入了，也是非常的讽刺啦。那我们看看现在跟中国的关系更上一层楼，连沙烏地哦也加入了对话的伙伴，也说要加入这个上海的合作组织哦。沙国的国际专家也在讲说，现在可以看出来上合组织的吸引力不断在增强，所以比美国原本预想到的这个3角更来的严重的是变成了4角。沙国原本是跟美国更走近的哦，可是现在转向了，也是转到了可能跟中俄是更要交好，甚至呢跟这个过去的世仇伊朗都已经化解开来了。所以看看3角形又再多了一角，中俄伊再加上沙国，现在沙国有2位重量级的大臣哦，接连到了中国大陆哦，看起来经济跟这个规划这个大臣哦都已经抵达，要去参加这个达沃斯之前这个论坛嘛。那所以对于沙国来说，他们的媒体讲法就是沙国参加这个也算是一个史上级别最高的一个代表团哦。那包含了通信跟讯息技术的一些大臣呢，也在7月2号开始展开对于中国大陆的访问哦，希望他们讲说，接下来哪边有机会，他们就会去到哪里。那他说，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中国就是机会的所在哦。所以看起来，沙国跟中国也走得更近啦。那美国现在更着急是什么？
沙国也跟俄罗斯强联手了，现在要挺这个减产、挺油价，所以感觉上面美国一直叫他增产，然后结果他们都不听，因为现在沙国的能源部长他说，身为 OPEC 家的一份子，我们沙俄合作极为强而有力哦，所以看起来都在跟美国不断的在唱反调，也就是说，过去他们最害怕的这样的框架啊，现在已经是让美国非常的头疼了。我们现在来问一下介老师。哇，这个谈到这个就是说全球的大战略啦，其实这个 Brzezinski 哈讲的这个哈，基本就是陆权。陆权他提到3个国家嘛，中俄、伊朗，他认为谁掌握中俄、伊朗合在一起的话，美国就麻烦了。美国是一个海权国家，对，所以它背后可能就可以引申，就是说哈，陆权跟海权的一个长期的竞争之下，如果陆权国家团结在一起的话，海权就要没落了。那其实有人在看这个，就是这几十年的这10-20年的战略，全球大战略的转变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中国大陆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因为一带一路基本上就是把这个过去陆权上最重要一个纽带啊，就是丝路，丝路把它恢复，而且是用现代的工具啊，就是火车啊，来恢复这个丝路的交通。因为这个事实上，陆权大部分的时间，这个欧亚非大陆基本上都因为这个政治这个领域的关系啊，大家用边界封锁边界所以这个大陆是无法形成一个这样有效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经济体跟一个共同命运体，都是互相画的边界都是难以跨越的那所以曾经只有一个全球化，我们现在这个全球化应该是第2波全球化。第1波全球化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因为它就把整个的欧亚非心脏地带尤其是欧亚的心脏地带完全统一在一个这个力量之下，所以马可波罗才有机会不要拿护照不要办签证就直接走到中国的元大都啦。所以呢，现在中国大陆推的一带一路基本上就是重整陆权的这个恢复的可能性了。其实陆权海权的这个观念在欧洲国家，这个陆权的代表就叫是麦金德。他这个陆权论他曾经就说，谁掌握世界岛，谁就掌握世界。世界岛在哪里？世界岛就在欧亚的心脏地带。所以呢 ，Brzezinski 讲的这个基本这个观念就跟麦金德的世界岛一样，他的世界岛就是中俄跟伊朗。那现在这个事实上，不要说中俄伊朗合在一起沙烏地也在里面对啊，这个世界岛更大所以事实上，美国事实上是有极深的，美国的战略家现在讲话都是战略，因为这个战略你开始一改的话，往这个趋势就是数百年的趋势。对，你如果陆权兴起了，中国的中欧班列能够长驱直入，跟欧洲连在一起那么中欧班列从现在2个礼拜的这个行程再缩减成10天，那你这个海权你这个虽然你可以你的运输量大，可是你需要1个半月，那你这个时间，那你这个世界的重心当然就回到陆地上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竞赛。所以美国不是就说吗？中国是唯一可以在技术。可以在科技，可以在贸易，可以在经济上，还有就是治理模式上，去挑战美国的国际秩序。美国的国际秩序是什么？就海权的国际秩序。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正在一个转变期，也是美国为什么拼了命要把中国大陆把它拉倒，把它破坏掉，让它不要成为世界第1强国的原因了。好，来问郑宇哥。布里辛斯基算是美国所用过的国家安全顾问里面学问相当好、才干非常高的。那以前还有一个季辛吉，也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顾问就负责在规划美国在全球的安全布局用的。可是好像这种大牌的学者在美国最近呢不太受用包括说前一段时间的米尔斯海默早就预言了说，俄乌战争不该打，打不得。照这样下去一定会打打了美国占不到便宜。对，可他的这种宏远的规划跟见解，美国政客不懂，听不进去，
理由很简单，美国的政客的水平啊，跟以前真的差很多，一代不如一代。包括现在的苏利文也是敲敲打打的办公桌出来，他怎么可能去规划什么国际安全战略跟布里森时期差太远。布里森时期很早就看到了说，中俄伊朗结盟会使美国的霸权开始进入衰退期。这个是一个预言，而且预言的很早，而且预言的精准。可是中俄伊朗为什么能够越来越紧密？不就是你美国的功劳吗？对啊，没有美国就推波助澜，他要凑在一起还不太容易的啦。把沙国都推过去了。目前来看的话，这个3个国家加起来的 GDP 还不够大，中国18兆美金，然后俄罗斯顶多是1兆8千亿再加上伊朗比较少，伊朗最少不到4千亿。这样凑一凑还是没有美国规模大，但是如果加上沙特阿拉伯就不太一样。沙特阿拉伯有1兆美金的，加起来在整个这个团体就有20几兆美金的一个 GDP， 而且更重要，这个团体里面有的沙特阿拉伯，有的中国是现金流量最大的，比美国还大，所以对美国当然有相当的威胁。那欧洲如果要调钱，要跟谁调？就跟他们调他们现在资金最丰沛的那如果要跟这个国家调的话，欧洲尤其是法国，听从美国的话的程度就会越来越低所以美国的霸权会从哪边衰退开始不是从中俄结盟，而是从什么地方？是从欧洲开始解体期。当欧洲不太听美国的话的话，美国霸权就进入正式的衰退期。所以中俄伊的结盟不能没有沙特阿拉伯，它就是现金多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现金为王股市如此，国际政治也没有例外。所以上合组织的扩大是中国所经营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国际组织。那未来的发展可以期待，尤其是沙特最近跟中国越走越密不管是这个信息大臣或者是经济大臣都纷纷到中国来，想要签订更紧密的合约，促进中沙之间的发展。看在美国眼里面，当然是不是紫薇嘛。好，唐老师，这里面牵涉到这个宗教的问题，牵涉到意识形态的问题，等等等等。现在这些所谓的亚非拉国家，尤其是在中东这个部分他们一方面他们有非常这个严谨的宗教信仰，可是中方没有。中国是无神论的那所以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他们根本就完全没有合作的障碍。可是美国不一样美国对于这个伊斯兰，对于这些穆斯林，他们会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反感那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那现在呢，就是因为中方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呢，它是一个和平的发展的这种方向的这种立场的这个组织，可是跟美国的这些做法呢是完全不同的。美国是要主张用权力的主张用战争的方式来剥夺其他国家的利益，这个跟这个上合组织的这种性质以及做法呢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那所以说呢，那这些国家呢，他们经常或者常年的受到了美国的这种欺压包括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意识形态啦、宗教啦甚至现在包括利益的这方面，他们现在我觉得已经受够了。以前在中国还没有崛起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他们只能够闷声的来忍耐接受。可是现在的这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中方的这个力量崛起了以后呢，让这些国家呢都有第二项的选择。所以说中方现在呢，他的这个势力呢，尤其从中东开始它一直不断的在扩张，尤其这个对中东地区来讲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他们吵架、他们打仗已经时间太长了。可是现在来了一个中国的这个调停者，就使得他们现在的这些关系全部都受到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而和平以及发展呢，其实现在已经是指日可待。那所以说，中方在这个地区的这个领导的这个能力，跟美国来比的话，那可以说是根本就是天壤之别。所以像连这个沙特都讲说，现在对于讨好美国不感兴趣，都已经因为有这个。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蔡正元。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
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教授汤绍成，大家好。好，立刻看看这个蔡英文是不是被立陶宛当成了肥鹅、肥羊啊？我们就这样子被宰了。抗中的基金变成资中吗？这个王宏威立委讲到了这个立陶宛驻处的官说，这个国发会中东欧投资基金会的融资大约3亿元给立陶宛的太阳能厂，但是中间进口的台商却借壳从中国大陆购买了原物料，而且国发会还被我国驻立陶宛代表处特别关照过，才允许融资那外交部回应是讲说，这个台商的生产地本来就遍布两岸操弄这个出口地为中国大陆凸显对于产业的无知而且歧视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台商，诋毁外交工作，与中共的认知战如出一辙，让大家觉得说，外交部怎么突然换了一个讲法因为前一阵子不是在讲说，我们台商不应该去赚红钱我们台商应该要回台湾这时候突然变成说，台商本来出产地有各式各样的地方，恢复了他的理智吗？又开始在那边讲另外一套说法而且这个立陶宛是不是我们被当成一个下金蛋的肥鹅？你看看这还有外交官有电报在示警说，这个驻立陶宛的代表处的一个电报，我们对于这个立陶宛的单一企业提供了2亿台币，他说这个已经是极高的额度实在不宜再贸然增加。所以到底是为什么？难道真的是有从上而下的压力？我们必须对于立陶宛所有的事情照单全收，就像是我们当棋子，还有分大棋子跟小棋子，小棋子还要听大棋子的话，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这样的一个国际氛围嘛，让大家觉得，我们台湾真的是被当盘子了。那再来这个消息也是让大家觉得很妙，因为我们本来是要送给这个冲绳这个首里城因为他们2019年的时候大火，我们那时候林务局原定7月5号要送5根这个台湾的红块木送给日本的冲绳首里城，然后让他来重建这样子的这个庙宇那结果仪式却临时的取消，外界是讲说是不是担心立陶宛这种凯子外交争议延烧而取消可是领馆处是说我们只负责提供这个红块木跟活动场地，不清楚真正取消的原因。问到了外交部他就讲了，他有一套说法，他说这个涉及特定零产品的出口管制相关法规，为了完备程序将跟日方持续协调后续的事宜那到底怎么样的这个块木是多贵的块木会被称为凯子外交呢？大概15万台币，15万，让人家觉得15万跟这样子2亿台币真能够比在一起吗？这是突然为着立陶宛而取消，还是背后有其他原因？是不是因为听到了不喜欢听的话？比方说冲绳知事玉成丹尼去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访问，讲说绝对不能因为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让冲绳沦为战场。然后呢，是不是美国听得不开心，台湾跟着就是我连块木都不送你，会是这个样子吗？因为接下来玉成丹尼抵达了北京之后，跟李强见面，到底会不会跟习近平会晤不得而知。但是看出来冲绳并不希望卷入这一场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对立或战争当中不想要当炮灰。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冲绳知事去到了北京，还有去到这个琉球国的墓地也说希望这个中国大陆跟这个冲绳之间的友好能够持续下去。冲绳知事也向李强提出了说，希望能够恢复跟中国大陆的直飞的航班那看看李强其实这一回也是高规格来接见说要借此是不是要强化这个反美势力来遏制台湾的问题，这是台湾媒体的一个解读因为他说中方一直在批评这个美国跟日本对于台湾有事的关注是内政的干涉，如果加强了对于冲绳的影响力，在美军基地上面这些问题制造一些矛盾的话，日方将难以插手，在有事之际更难使得冲绳这个基地来作为一个相关的使用。不过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报道就是华尔街日报提到了一番话，他说台湾应该要强化军队的决心这个会影响到美军在这个如果两岸发生冲突的时候，它的介入程度。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怎么样的决心才叫做决心呢？你们才愿意帮助台湾呢？这原来是引述了这个退役的一个空军中将他讲到说，台湾人如果不愿意全心全意守护他们的岛屿跟人民，美国不会为了台湾牺牲自己的子女。哇，这一句话很有意涵也就是说，我们台湾一定要全民皆兵，
怎么样叫做全心全意，也是要由美国来定义哦。我们假设有一个不乐意了，是不是美国就可以说，我不会出兵，我不会帮你？是不是他们已经替自己找好了一个台阶哦？所以你们台湾人理当要全面作战，我们美国才会愿意派一些兵去。不知道啦，反正这一番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我们台湾人还是要靠我们台湾自己来保卫哦。那美国也没有那么想要派兵来帮忙你啦。那我们另外看一下，《金融时报》也讲说，担忧台海的紧张哦，其实有一些人中附族群在台湾中附族群哦，已经乾坤大挪移。随着现在中国大陆加强对于台湾的军事的一些动作哦，有一些台湾人已经默默在找寻保护自己财富以及准备退路的选项。过去只有超有钱的人认为钱放在海外比较安全，现在连中附族群也开始在讨论，所以是不是包含了一些绿营，可能比方说儿子孙子都还在美国的，他们可能动作会比我们还来得更快一些，有备无患。就像乌克兰要打仗的时候，有钱人先走一批啊。我们先来问一下谢老师，我们现在有一个绿营的总统候选人，他都已经撤退了，他家人都撤到美国了，对不对？那一天到晚要什么要用备战来止战的，那这个战鼓敲的这么响，先把你家人接回台湾再说吧，对不对？那再说这些中附你这些大官都这样做了，那你还要中附怎么做嘛？这很清楚啊。因为我觉得美国人你不出兵就算了，还把责任怪在台湾人干嘛？对不对？你任何社会都有人反战，有人主战啊。台湾现在就是赖清德主战啊，我们都反战啊。对，那你不能说有人反战，美国就不出兵啊？所以这个东西啊，为了自己不想出兵，还要把责任怪给别人，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伎俩嘛。不过讲到就是说这个，我看到这个立陶宛这个事情啊，我看到外交部的电报再一次出现在这个世人的眼前啊。过去有一次。就是当时印尼代表处啊，当时这个我们屏东的啊那位曾经跟蔡英文一起搭档的啊参选副总统的啊，他们这个啊借着去这个印尼参访啊，事实上啊遂行自己的私利，也被外交部的电报把它指证出来，那个电报也露出来了。对，那这也有第二次，外交部的电报是非常严谨的啊，那个不太可能漏的。你做的太过分了，这有一个吹哨人了。外交部是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高素质的，不会看不下去的事情，不会有这种电报往外漏的。那外交部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你这个对单一企业提供2亿台币，对这个你怎么对国内怎么交代？对不对？你怎么会你把那边挑一个企业，我给你2亿，这个以前没有人要这样做的。而且你外管都已经反对了，那我们过去来讲的话，一定是尊重外管的意见，那你还一意孤行，到底为什么？对，现在蔡英文整个的立陶宛事件，这个将来一定要拿出来检讨，提醒这个国民党，就是说将来如果执政，这个案子一定要拿来检讨，因为他前后一共答应了12亿美金啊，这2亿台币算什么？12亿美金是多少？你知道多少？360亿台币。360亿台币给立陶宛一个国家，换回来什么？没有。那现在你要把这个360亿，这个立陶宛就天天逼你拿钱，对，我已经在你台湾设一个处啊，叫什么立陶宛经济贸易办事处，也没有在台湾或在台北，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在立陶宛设了一个处，叫台湾人代表处，或者台湾的代表处，怎么翻都不是台湾代表处。就被人家这样糊弄，给人家360亿，天天逼你拿钱。这个案子更过分的部分在哪里？然后呢，你还要无偿提供他技术。我今天给你硬体，给你这个，给你钱，给你去设公司生产，技术还不能算钱。对，你知道，在这种高科技最贵的是什么？就是技术啊。对。你要付专利费。我们这一只手机，你知道，生产一只手机，这个中间专利费。要付多少钱？你只要有专利，你都要付给他。美国就靠专利费维持了很多公司的营运啊，这都是专利费啊。结果这个有违任何国际惯例，提供技术不要钱。结果外管看不下去啊，报回来。对，这个写得清清楚楚啦，驻立陶宛代表处的电报。结果你蔡英文还把它推翻，还要怎么样？一定要一意孤行要去做。这里面我提醒。
这个里面它有这个，我看报纸哈，我都看报纸哦。报纸说这个12亿要拿给立陶宛的钱啊，其中有一部分钱要靠有一个公司来执行。这个公司叫什么？这个公司叫台山公司。台山公司很多人都还不知道，这是拿着公家的钱，然后再做投资，可是呢，不接受任何民意机关的监督。我们的纳税钱给这个公司去做投资，然后呢，这个钱怎么用，大家都不能管，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公司。那为什么今天又把这个整个给立陶宛12亿，有一部分叫台山公司去执行，就是因为它不透明嘛。那我想这一家公司是谁选的？这个立陶宛单一公司是谁选的？为什么选这一家？为什么技术不要钱？有没有利益输送？有没有上下其手？有没有舞弊？有没有腐败？这个都要查清楚啊。所以侯友宜讲，他要成立恢复特侦组，恢复特侦组要干嘛？就是要把这种事查清楚。这个都已经外交部最遵守国家法律一个部会里面都有吹哨人，看不下去就吹了，吹出来了。这个案子要好好查，不要等国民党拿到政权，现在就应该要查清楚。好，来问郑源哥。我接一下谢大使的说法，台山公司不晓得谁是民进党大官在经营的。对啊，好像一位吴先生吧？对是。那大家知道说民进党是怎么样的栽培他们的官员退路都非常的好。至于立陶宛我们到底拿到什么我们就换了个代表处。外交部的说法是，很有趣，他说我们在欧洲在欧洲敲开一门砖从立陶宛开始接下来的波兰等等，那你立陶宛就12亿美金，你波兰要多少钱？立陶宛的人口只有280万人口，它也并不穷它的国民所得有到达25000块这么一个不穷的东西，你给它的12亿美金，还加到里里扣扣嘞，什么一大堆的技术等等，只是栽培了什么立陶宛政客所经营的一家企业，就这么简单，就是我们台湾是由退休的民进党政客，然后经营的公司，从政府搬钱，在外交部的安排底下，把钱弄到立陶宛，由立陶宛政客所经营的公司，这个叫什么？我想我们所有的老百姓心里缴税的时候就要知道，我缴的钱是这样被民进党花的那我们换到什么？换到敲开欧洲的门砖。我们欧洲不是有设了一大堆什么欧盟代表处吗？我们设了一大堆什么各式各样的什么德国代表处吗？那请问，如果是真的有像一些跟我们建交的巴拉圭，我们要给他多少钱？以人口比例、以规模大小，我们要给多少钱？那我们这花了这么多钱，那我们能得到什么效果？就是蔡英好棒棒，我们设了一个台湾人代表处。什么台湾代表处？流亡政府代表处才叫台湾人代表处。为什么不用台湾代表处呢？它很好玩呢。民进党是什么？英文跟中文分开英文叫台湾人代表处，中文叫台湾代表处，来欺骗我们台湾人。可是对于琉球，我们就很吝啬啦。我们只要给他几根红块木可能是玉成丹尼这个冲绳县的知识跑到大陆去民进党政府看得不舒服。你要重建这个皇宫首里城首里城是以前琉球王国的王宫那现在怎么办呢？他需要台湾块木，因为以前日本人盖的是从台湾的大量盗采红块木，送到琉球去盖王宫送到日本去盖王宫那现在烧掉了，需要几根红块木，我们也不过建了几根而已而且这个红块木还是人造林生产的，不是天然天然就贵了，天然要300年才能够截取。那对琉球这么吝啬，对立陶宛这么慷慨，到底你们在做什么那难怪玉成丹尼会讲台湾有事这个日本怎么可以有事呢？日本当然没事谁有事？琉球有事琉球在第2次世界大战琉球战役什么状况？1/3人口不见了1个月内1/3的人口不见了那美国的媒体当然很关心好像我们台湾的这个军队决心不够。谁说我们台湾的军队决心不够？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去当志愿役虽然像民进党的很多的大官比如说林飞帆不想当兵可是大部分人都还愿意做这个事。可是为什么打仗？你给我们个理由
啊，你民进党人自己不打，只主张台独人不打啊，要一般老百姓的去打。然后你们民进党的金主再讲一次，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跟《联合报》的报道是对的，100%正确。我的很多的在财务管理界的朋友都跟我讲，自从裴洛西来台湾以后，他们的生意接不完，都有一大堆这个民进党的金主们动不动他们觉得担心解放军来，他们会被修理，所以就赶快把财产移到海外去了把这个子女移到海外去，还不说了，花点钱到处去要护照申请美国绿卡申请得到就申请不到改加拿大，加拿大不行，可能现在墨西哥护照都很夯啦。所以我是觉得民进党怎么把台湾搞成这样子？不是你民进党干的吗？你们干的好事，你们先绕跑，这什么意思啊？他们不是最爱台湾吗？爱个头啦！所以结果跑得最快。对啦，都假的啦。好，我们来问汤老师，这个立陶宛的这个事儿其实呢背后都是美国，我们被逼的当然不是我们啦，是民进党政府他被逼的主要原因呢，也就是因为美国下压力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立陶宛的现任政府他们的关系跟美方呢是非常紧密的，就是他们在独立以前他们这些流亡的人全部跑到美国去，然后90年代初独立了以后呢，这些人陆续都回来了。那现在呢，可能是他们的第二代了，是什么？所以说他们跟美国的关系呢是极端紧密的，让我们无法理解。我们只知道立陶宛，可是不晓得他背后的那一只黑手。那只黑手就是美国，所以说呢，蔡英文的这些做法都是被美国人逼出来的，也就是说，他就是要为了要讨好美国而来支持这个立陶宛那另外就是这个台山公司的问题呢，台山公司当然就是这个里头，我觉得应该是要查的，而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查得到，它是好像是从国发基金这样子过去的，可是你国发基金是我们可以来这个立法院可以来调查的，就是说你这个基金的这个走向到底是怎么样？虽然你到了那家公司了以后就查不了了，可是那家公司之前他的钱怎么来的，这个应该还是可以查得到的那另外呢，这个琉球这个问题琉球的问题，琉球原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后来呢，这个我们打败马关条约以后呢，就割给日本。日本完了以后，二战他又受美国的托管，一直到1972年，他跟这个钓鱼台的这个情况呢是非常类似的就交由这个美国来托管，然后美国托管之后呢，就交给日本。可是他这个主权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意思就是说，日本对琉球或者说他们叫做冲绳来只有行政权。那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日本就是这个琉球的这个这个知识他叫什么丹尼什么的，他认为呢，他受到的这个日本人以及美国人的这种压迫呢，他已经受够了他觉得他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所以说他跟中方呢开始亲善开始比如说要谈直航啦，或者要谈交流啦，是等等这些问题。那所以台湾这边一看到这个情势不对，赶快不敢支持他了。那另外呢，中方是不是现在开始要打琉球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个制衡美国的一个方法。那现在我觉得已经慢慢露出苗头出来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